大家好，欢迎来到K线西游战法频道啊！昨天晚间美联储会议让我们非常担心，整个金融市场呢都伴随了会议之前的剧烈的震荡。那么我们回看道琼斯工业指数啊，也是在凌晨3点左右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然后缓慢收回。那么这样的行情呢，带给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美联储这个会议呢，重要的是啊，通胀和加息。那么加息呢是一定要加息的，因为通胀水平不断的升高。通胀的预期呢也得到了增加，但是加息之后啊，美联储的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加息的速度要减缓啊，所以呢，这是给了一个巴掌又给了一个甜枣。那么整体来看呢，我们要看宏观上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所处的一个位置和结构。那么通过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啊，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在33000点，也就是当前的点位上是有一定支撑的。在这个支撑之下呢，行情我认为会不断的接近焦点位附近。那么我们前面看到了啊，1月20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阶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到达末期的时候，这个沙僧被杀死了，八阶也被杀死了，甚至目前之前1月20日的这根悟空阳线也已经被杀死了，但行情在这个位置上恰好遇到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是美股在日线级别的一个生命线，只要不跌破的话，美股仍然有震荡行情的一个趋势。那美股只要是震荡行情，就会对比特币的多头是一个利好，会给比特币的多头带来希望。然后我们回到比特币。在这样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走出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气流分别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的从去年6月份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气流结束之后，在1月20日同步了美股的上涨出现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气流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目前处在一个八阶阳线的势力范围，但是这组八阶阳线走得非常忐忑。但忐忑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希望就是昨天在比特币调整过程当中随着美股这个消息落地之后今天再次发生了反弹，并且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构这个我画在币安的交易对上了，我们看打开这个交易对，我们可以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变盘是怎么样的呢？首先做了一个假的跌破，跌破之后遇到支撑，这个支撑呢是前面1月份这个震荡平台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到达21500美金附近开始发生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出现了一个横向的难以突破的位于25000美金这个点位。但是这里发生震荡之后我们看到它主要是对2月17日凌晨4点的这个下跌做了一个不断的回补。回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轮回补完成，第二轮目前遇到这个23000美金，这里有一个支撑位支撑上去之后，就有可能在上方重新构建一个窄的收敛结构。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窄的收敛结构就是酝酿多头行情的一个温床。并且我们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气流完成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气流走到一个八阶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只要八阶阳线这个位置不跌破也就是说23000美金这个位置不跌破，行情就有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气流。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目前走出悟空阳线之后，正在走这个八阶阳线组。八阶阳线组一旦走完之后，突破了25000美金，就宣告了这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走出了什么呢？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那么我们的目标位就给到了28000美金。所以呢，我最近一直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回踩的过程当中，无论消息面怎样，回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建立多头趋势的仓位，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目前是多头趋势，控制仓位找到合理的位置这样呢，你就能够在行情当中把握趋势上的获利那么行情目前在小线级别的结构，在4小时级别的结构，日线、周线结构当中都倾向于多头行情。那么这轮多头行情，它的一个震荡过程非常复杂但是你只要把握这个趋势在合理的点位昨天已经给出了很多个合理的点位，在这些合理的点位去建仓积极布局，那么在趋势上到达28000美金之后，你会获得很高的利润。
我们看到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这个交易对在0.067附近开始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呢，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已经提到了，原因就是啊，这条趋势线呢，历史很久啊，是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位啊，在这个位置0.067构成的一个支撑位啊，这个支撑位呢是非常不容易跌破的，原因就是它的运行时间已经非常久，在这里形成支撑之后呢，我认为以太坊可能会发生一轮什么呢？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啊，也就是说，以太坊会变成一个龙头币种啊，原因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有反弹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啊，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了下跌到什么位置呢？这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啊，刚好在1588点到达这个支撑位附近就开始了反弹，在4小时级别上非常清楚。啊，到达这个位置上遇到支撑，随即开始反弹。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类似于比特币啊，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啊，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标志性阳线也出现在1月20日左右。这个阳线走了之后，后面是8节阳线组啊，8节阳线组走的相对复杂，但是日线级别仍然有机会走出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呢，通过合并 K 线可以达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类似比特币的是啊，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组，后面就有机会到达$2000啊，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因此呢，无论怎样震荡，目前以太坊的多头趋势依然存在，并且呢，它在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有触底反弹的机会。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晚攻当晚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做行情呢，一定要做龙头板块。并且呢，在龙头板块当中抓到龙头币种啊，那 CFX 在公链领域肯定是香港板块的一个龙头币种。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目前正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这个位置上开始了一个调整和震荡。那么在调整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因为我们知道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它容易做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通过啊把这个连接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不断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是容易发生突破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不断接近焦点的过程当中，焦点位是一个黑洞啊，所以呢，通过焦点之前要小心这个黑洞把这个价格重新吸引过去。那么目前调整的时间级别还是小日线级别，但是调整的时长还不太够。我们可以看到，从最高点0.3669是2月21日15点出现的，到现在啊，仅仅调整了48个小时。调整时间不够啊，意味着它的上涨动能是不足的。我认为它经历更长一点的调整啊，会有一个更好的上涨动作。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我们看周线级别出现了3根大阳线啊，这个阳线非常漂亮。第一根阳线呢叫悟空阳线，后面2根阴线呢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判断，它是妖怪 K 线啊。悟空阳线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啊，走出了一个8节阳线。8节阳线走得非常独立啊，上涨幅度达到了352%啊，这样的上涨之后，沙僧阳线在本周出现，本周出现的沙僧阳线上涨幅度72.9%，这样呢，在周线级别非常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目标点位$0.7附近。那么对于这种楼头币种来说，如果到达$0.7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会站上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意味着它的上涨空间将会不断的打开。那么虽然比特币昨天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但是随着比特币的反弹 ，CFX 我们看到今天的反弹力度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从调整的最底端啊到现在高点反弹幅度高达23.66%啊，这样的反弹情况下呢，意味着它是一个交易非常活跃的币种啊。做行情一定要做这种热点板块、龙头币种啊，特别活跃的币种，这样呢，你有机会在里面玩波段，有机会在里面囤币，有机会在里面啊打野啊打这个价格差，最终呢把币做多，把钱赚够。
那么昨天有人问我 fail 这个代币还有没有希望了啊？昨天确实啊，伴随比特币的调整，fail 做出了一个下杀动作啊。这个下杀动作呢是小日线级别下跌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小日线级别上140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依旧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当中啊，并且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小日线级别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呢，并没有对这两条重要的均线进行下穿。因此呢，还有理由判断目前它的上涨趋势依旧存在，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目前正在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悟空阳线走来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悟空阳线涨幅达到40%。悟空阳线走来之后，目前正在走8进阳线组，虽然复杂有震荡，但是上方依然可能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到达一个接近$20的一个目标位啊。这个$20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筹码密集区构成的一个阻力位啊，因此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fail 代币啊在当前行情当中啊，它是一个存储板块的龙头啊，有可能同步 CFX 走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啊，从而突破目前的一个底部区域。同时也可以关注的是啊，目前的 Gala 在这轮行情当中已经调整很久啊，并且在日线级别上它有一个底部的出现啊，在这个底部不跌破0.043。这个之前就有可能继续它的行情。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领涨币种啊，早在1月6日，Gala 就出现了一个领涨行情啊，远早于比特币1月20日的这根阳线的动作。那么龙头币种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8阶阳线，那么沙僧阳线目前是它的一个运行状态。沙僧阳线走完之后啊，有可能会走唐僧阳线，因此呢，在这个底部的位置上啊，是可以进行布局的啊。如果布局之后甚至止损啊，它有可能走出日线级别的唐僧阳线，到达目标点位0.08附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